女孩高兴地向妈妈跑去，但不幸的事故紧随其后。小男孩跑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杰伊突然发现儿子不见了，急忙跑到外面去寻找，四处张望也没看到儿子的身影，直到看到地上散落的玩具，他这才明白儿子走失了。杰伊在大街上焦急奔跑，到处搜寻儿子，不断呼喊儿子的名字。尽管跑过数十公里，还是没有找到儿子的身影。阿阳接到消息后，也从公司匆忙冲出。警察很快来到家里展开调查。阿阳急忙回到家，从母亲那里得知了情况，可能遭遇了儿童绑架事件。阿阳紧握着孩子的玩具，感到万分焦虑。杰伊也只能焦虑的、伤心的看着儿子刚画的全家福。第二天，一个骇人听闻的新闻再次冲击了这对夫妇脆弱的心灵。一具被毛巾包裹的小孩尸体被发现在河边，在受损严重的遗体旁找到了孩子的衣服和鞋子。奶奶听闻这个消息后，立刻失魂落魄跪倒在地。警方很快破获了这起案件。幸运的是，遇害者并非他们的孩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阿阳接到了另一个电话，电话的另一端是他的学生坂田。坂田在看到赶来的警察时，最终承认是他偷了孩子。他的动机是为了向阿阳报复，因为他之前请求加入阿阳公司却被拒绝，出于愤怒，他在白天绑架了孩子，并将孩子的衣物抛入河中。阿阳急切地询问孩子的下落，但此刻的坂田已心灰意冷，他站在楼顶，对世界绝望。他知道自己的罪行毁了自己的未来。在那一刻，警察也赶到了楼顶，一切似乎都太迟了。坂田最终从楼上跳了下来，地面上传来的巨响，阿阳跪倒在地，无力承受，而儿子的下落成了一个未知的谜团，而这个疑惑也会伤害他一生。尽管搜救行动持续火热进行，可失踪的孩子仍杳无音信，夫妇俩只得相依为悲，怀念着他们的儿子。与此同时，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，一位渴望成为母亲的孤独女性意外地找到了迷失的小广。她忽然听到了墙壁传来的敲击声，贴着耳朵在墙上倾听，意外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。她打开房门，向邻居的房间走去，轻敲几下门，却无人回应。她尝试转动门把手，发现门并未锁上，推门进去，惊讶地发现一个小男孩正躺在床上哭泣，不断地呼唤着妈妈。这个意外出现的男孩，竟是那位痛心疾首的母亲失踪的儿子。尽管希望微弱，这对夫妻从未停止过寻找儿子的步伐。他们日复一日地站在街头，向行人发放寻子启事。无论晴雨，杰伊始终没有放弃搜寻儿子。他坚信终有一天能与儿子重逢，但命运常常不如人意。发现小广的女性并未报警，反而选择了独自抚养他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已是9年，杰伊依旧没有放弃过寻找儿子。那张熟悉的儿子照片依然立在路旁。直到这一天，饱受相思之苦的杰伊突然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儿童福利机构突然告知杰伊，机构里的一个男孩很可能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。杰伊急忙离家出走，直奔儿童福利机构。给杰伊打这个电话的是一位男士，他名叫牧野，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。一封意外收到的信件促使他开始调查小广的身世。经过一番调查和排查，他怀疑小广可能就是杰伊失踪多年的孩子。孩子突然有了消息，让杰伊几乎失去控制。他急切地想要见到儿子，他不愿意再等待，哪怕1分钟。就在此刻，小广带着迷茫走了出来。杰伊满怀疑惑与期待地走向小广，这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母子，9年来首次近距离地站在了一起。但杰伊心中并不肯定，面前的这个孩子是否真的是自己的儿子。直到小广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触动了他的心，勾起了杰伊深埋的记忆。他的语调和儿时的小广如此相似，泪水不自觉地涌进了他的眼眶。小广轻唤一声妈妈，彻底击溃了杰伊的防备。他紧紧抱住了儿子。为了最终确认亲子关系，牧野及时为杰伊和小广进行了 DNA 检测，证实小广正是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。但此时阿阳与杰伊已经结束了婚姻，小广失踪的打击太大，杰伊无法承受婆婆的责怪，只得与阿阳签署了离婚文件。因此阿阳只能电话了解儿子的近况。本以为母子俩已重拾幸福生活，但一封突然到来的信件打破了宁静。究竟是怎样的一封信，让这个苦寻9年的生母如此悲痛？经牧野透露，小广在来到福利院之前，一直与一个名叫橘子的女性同住。关于橘子的身份和住址，目前仍是未解之谜。牧野表示，福利院正在进行调查，小广被拐之后，他是如何与橘子一起生活的，以及为何2年前橘子将他送至福利院。所有这些问题都待解答。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，自小广3岁被拐之后，直到2年前到达福利院，这7年间，小广一直以母子的身份与橘子生活。杰伊的儿子竟然成了别的女人7年的孩子，这让杰伊感到不安。他审视着阿阳手中的信，一下就知道这是橘子写的信。他急忙夺过阿阳手中的信，悲伤地跑了出去。信里说橘子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无奈之下才把他送到了福利院。橘子在信里告诉小广，有一天她将不再是他的妈妈，很快就会有一个自称是新妈妈的人出现。遇到新妈妈时要说，妈妈，我真想你。妈妈，当新妈妈抱你时，不要抗拒，让她拥抱，和新妈妈一起生活，要顺从她，遵从新妈妈的话，总是点头，不要向新妈妈提起过去的生活，你的喜好、兴趣，还有成长的过程，你喜欢和不喜欢的食物，
新妈妈对这些一无所知，尽管这很吓人，但你必须对她微笑，善待她，不断地呼唤她为妈妈。妈妈，新妈妈给你的食物，你都要称赞说非常美味，太美味了。读完信后，杰伊才明白，这个听话的孩子是因为养母的良好教养。他紧紧抓着那封信，想起了小广对自己的不真诚，全是养母的教导。自己又算是谁？寻找了9年的亲生母亲，在儿子心里竟不及养母重要。但最让杰伊心痛的是橘子的最后一句，他声称终有一天会回来找小广。尽管杰伊有些伤心，甚至有些妒忌，但他还是想与小广幸福的生活。他决心补偿小广9年来缺失的母爱，他要真心赢回养母在儿子心里的位置。虽然小广和养母有许多他所不知的秘密，但有一件事是养母不知道的，那就是小广的生日。他相信终有一天小广会真心接受他。为了给小广一个完整的家，杰伊决定与阿阳重归于好。婆婆也提出了主动，搬去阿阳外面的公寓居住。小广的回家似乎让这个家庭找到了幸福，但在小广心中，最亲的妈妈还是橘子。那日，他竟悄悄拨打了养母的电话。孩子不宜轻易拥有手机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联系谁。小广得到了手机，首要的念头是找养母。杰伊突然来寻，小广赶紧把手机藏起来，借口找厕所的迷路混过一劫。他又悄悄溜到厕所，终于成功联系上了养母，急切地向养母倾诉思念。小广向养母汇报，告知自己已搬至新妈妈家。橘子装作坚强地对小广说，在新家要听话，保证会找时间去看他。小广快乐地点头应允。知道小广与生父母团聚，橘子心情复杂。从此小广每日与养母秘密通话，将与杰伊阿阳的合影发给养母，连每日的膳食都会拍照分享，将这些快乐时刻发给橘子。杰伊发现小广频繁拍照的异常行为，询问小广照片的去向。小广谎称发给朋友，匆忙离开。这日，小广与阿阳踢球，橘子突然出现在不远处。小广似有所感察到他的到来，回头寻找，却没有找到任何人。橘子其实是来找杰伊的，他深深地向杰伊致意，并袒露了自己的身份。橘子的突然拜访让杰伊感到手足无措，对这位女士的目的感到迷惑。但橘子并非来扰乱母子关系，而是向杰伊坦白了发现小广的经历。他未报警的理由是因为小广曾经受到虐待，颤抖不已。他需要先帮助孩子清洁和整理，再填饱他空空的肚子，消除他的恐惧与悲伤。橘子强调自己未知孩子是被拐，只是想收留并帮助他，并向杰伊深表歉意。杰伊没有表现出责备，他明白，若非这位女士救了小广，小广可能已不在人世。杰伊对橘子表示感激，询问为何2年前将小广送福利院。橘子称抚养孩子艰辛，不堪重负，才送他去福利院。杰伊作为母亲，知道橘子在瞒着什么，他坚持追问真相。这时，小广突然回来了。小广对那位陌生女性呼喊：“妈妈！”这一喊如利剑般穿透杰伊与阿阳的心，房间内瞬间陷入了沉默的对峙。橘子表明，他此行仅为表达歉意，保证日后不再与小广相见。告别时对小广轻语：“保重。”转身离开了这个空间。小广面无悲伤，故作欢乐地跑上楼。他在笔记本上疯狂地涂抹着，之后悄悄地逃出了家门。阿阳走进小广的房间，目睹了小广疯狂书写的字句，立刻愣住了。杰伊上来时，他匆忙把笔记本夹在了身后。“你在背后藏什么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杰伊拿起笔记本翻开，目光凝固，只见上面反复写着：“不要走，不要走。”就在这时，小广拼命追逐着离去的养母。橘子在离开的路上，忽然听到了背后的呼唤声。他转头回望，却只见空荡荡的街道。明明心中牵挂，却为何对小广心如刀割？2年前，他的生活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这位神秘的女性到底藏着何种秘密？一声震耳欲聋的“妈妈”让橘子止步。他转身，只见小广正用尽全身力气向他跑去。看着冲向自己的儿子，橘子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。1个岁孩子的忍耐力能有多强？为了留住养母，他竟做起了鬼脸，以示乞留。看着自己含辛茹苦养育7年的孩子，橘子含着泪水，终于吐露了心中的事实：妈妈不再爱你了。这句冷酷的话语重创了小广的心灵。橘子无情地向小广宣告，他已疲惫，不愿再见他。说罢，橘子推开小广，示意他回家。目送养母背影渐行渐远，小广深陷绝望的漩涡，饱受养母冷酷无情的打击。他孤单地坐在街边，默默擦去泪痕，稍感心绪平静。他带着失落前往亲生母亲的家，到达门前，却迟迟未能踏入。他先行擦干脸上的泪水。这一刻，恰被阿阳目睹。杰伊教导小广外出需告别。心不在焉的小广向楼上走去，告诉杰伊自己要去读书。杰伊看穿了小广的谎言，正想追问，却被阿阳阻止。小广回到房间，将那些刻骨铭心的字句撕下，悲伤地将它们撕成碎片。在他心中，撕毁的不仅是纸张，而是对养母情感的彻底放手。与此同时，橘子也在泪水中删除了所有关于小广的照片。简单的动作却异常艰难，心存依恋却不得不割舍。养母的无情使小广日渐孤立。杰伊小心翼翼地准备饭菜，嘱咐小广带去学校享用，他却冷漠不肯多言。
杰伊被学校召唤，询问未出席家长会的理由。得知小广获发通知书，杰伊这才恍然大悟，通知书并未被转交。杰伊进一步了解到，学校即将举行午餐会，急需他签署回执的通知单，但这一切对他而言全然陌生。回家后，杰伊在小广房间里寻找，通知单却不翼而飞。他犹豫地接触小广的书包，要不要打开成了心中的疑问。内心挣扎许久之后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缓缓拉开拉链。包内不仅是那封熟悉的信，还有小广与养母温馨的合照，照片里洋溢着快乐的气息。杰伊翻看着这些欢乐的影像，心中涌起难以言表的苦涩。就在此刻，小广意外地回到了房间，他满腔怒火地走向书桌，重重地把书包甩到桌上，警告不要随意翻阅孩子的私物，否则将激起他的怒火。在小广的追问下，杰伊开始支支吾吾地转移话题。无论杰伊如何请求原谅，小广依然心存芥蒂，未能释怀。他坚决地让杰伊离开房间。杰伊在离开之际解释，他只是在找午餐会通知单，并向小广道歉，承认不应翻看他的物品。小广却没有回应，面露愤怒。杰伊不慌不忙地走下楼，停在厨房门前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心情。眼前是小广的便当盒，打开盒子一看，便当已经不翼而飞，筷子却依然干净如新。杰伊每日精心准备的便当未曾动过，全被丢弃。楼上突然的响动吸引了杰伊的注意，他快步冲上楼，推门而入，目睹小广将与养母的合照摔得粉碎。杰伊责备小广的过激行为，小广却突然提出想回到福利院。杰伊被此突变弄得措手不及，他没有直接回应小广，却在微笑中整理地上碎片。从此以后，小广与父亲和祖母的相处变得愉快，唯独对杰伊保持着难以理解的冷漠。橘子的无情给小广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，他夜夜回想养母的冷酷无情。小广陷入沉思之际，杰伊轻轻地敲门，面对儿子的冷漠，他希望与儿子深入交流，但小广却戴上耳机避开了对话，得不到任何回应。杰伊只能失落地退去。次日清晨，杰伊鼓起勇气，决定与小广好好谈谈。无论杰伊如何努力，小广始终不肯开口。杰伊坚定地把小广拉到身边，追问他为何想回福利院。小广的答案却又一次深深伤害了杰伊的内心，因为在小广心中，橘子始终是他真正的母亲。自他记事起，始终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橘子，是橘子陪他度过每一个快乐的日子。他总是在呼唤橘子，那个他心中的母亲。与橘子相伴的日子，永远是他最珍贵的回忆。而现在失去了养母的他，感到无比的痛苦。杰伊也逐渐理解了这一点。他曾憧憬着和小广快乐的生活，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弥补失去的时光，但所有这些不过是他单方面的愿望。次日清晨，杰伊独自一人坐在静谧的庭院中，悲伤欲绝。小广的话犹如锋利的刀刃，不断刺痛着他的心灵。杰伊与阿阳商量之后，决定将小广送回福利院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他明白，成为小广心中母亲的定义，只有小广自己才明白。也许只有在福利院，他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答案。但杰伊依旧相信，终有一天他会成为小广心中唯一的母亲。在返回福利院之前，杰伊一家人带着小广去了游乐园，他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日子，全家人分享着同一份爆米花，其乐融融。这些欢乐的瞬间成为了游乐场中最闪耀的家庭。欢笑后是难以避免的离别，在牧野的陪同下，小广回到了福利院。但在返回的路上，小广突然说他渴了，牧野便靠近了一个自动售货机为他买饮料。当牧野手持饮料回到小广身边时，却发现小广已经不见了。如果孩子半夜请求你买饮料，你得小心，他可能就这样不翼而飞。小广事先与学长阿金密谋，准备共同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。牧野四处打探后，最终在一家网吧发现了这两个孩子。他偶然间得知阿金一直在寻找他失散的母亲。通过阿金的描述，有线索显示他的母亲可能出现在木更津。当他们正全力搜寻时，小广接到了一条意外的短信。短信显示，杰伊竟伪装成小广崇拜的偶像，完全是一副重金属摇滚风格。这位重金属打扮的母亲让小广哭笑不得。就在此刻，阿金意外地发现了母亲留下的线索。尽管照片上的脸部被马赛克处理了，但他认出了那个熟悉的包包，去寻找一个不愿见自己的母亲。这真的是件幸事吗？在出发之前，牧野带着他们去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看着阿金那无忧无虑的笑容，他不禁思考起自己的过去。阿金的母亲因为再婚，才把他送到了福利院。起初他每周都会来探望他一次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探访的频率慢慢减少，变成了1个月一次，继而变成2个月一次，3个月一次，甚至半年一次，直至最近几年几乎不再来探望。尽管是这样一位冷漠的母亲，阿金还是选择期待并接受她。在他心中，无论母亲是怎样的人，她都是不可替代的。手持鲜花的阿金，在母亲曾经出现的地方满怀期待的守候，从清晨等到了黄昏，但他的母亲依旧没有出现。就在阿金即将放弃之际，一道熟悉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，那个和一个陌生男人并肩而行的红衣女人，正是他的母亲。母亲走过儿子身边，却没能认出儿子的面孔，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男人打情骂俏。女人在玩闹中回头，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已经静静注视了他许久。
阿金带着微笑向母亲打招呼，并把她最爱的蛋糕递给她，却遭到了母亲的无情丢弃。阿金竭力忍受着内心的委屈，希望母亲能接纳他，而母亲却拉着男人的手，急切地想要离开。无法再忍的小广站了出来。等一下！母亲恶狠狠地盯着小广，大步走到他面前，冷冷告诉小广，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是伟大的，就像她这样，一个毫无良心的母亲同样存在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放弃我的孩子。他说完，随手把阿金手中的花丢到了地上。他还告诫阿金，今后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。那辆载着女人的车压过了阿金精心布置的花束和蛋糕，冷漠地驶离了现场。阿金在整理那些洒落一地的蛋糕时，伤心地说：“即便母亲无情，她终究给了我生命。”阿金带着泪水，将自己的经历诉说给小广听。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，但生母永远是无可替代的。无论母亲是怎样的人，她都赋予了我们生命的礼物。她永远是那个不可替代的、最重要的人。眼前发生的一切，以及阿金的话语，深深触动了小广。木也帮助阿金清理手上的蛋糕残渣，并用他那宽大的手掌轻抚安慰他。在这份安慰下，阿金终于放下了心防。他忍不住情绪的崩溃，用帽檐遮住了所有的悲伤，泪水带走了所有的委屈和所有的悲痛，也带走了所有的不舍。之后不久，阿金重新恢复了平静，而旁边的小广却陷入了深思。他想起了母亲见到自己时激动的样子，想起了母亲为自己准备美食，始终陪伴在旁的情形，想起了全家人快乐的一起吃爆米花的场景。他由衷地感到自己是幸福的。小广掏出了手机，看着母亲为了讨好自己而画成重金属风格的照片，他终于主动联系了杰伊。尽管杰伊手机里充斥着“笨蛋”这样的字眼，但他此刻已经乐不可支。那一刻，小广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阿金和木野也为他的决定展露出了笑容。小广向杰伊表达了歉意，还附上了一张更具重金属风格的照片，并告诉杰伊他很快会回家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杰伊像个小孩一样开心。那晚，在木野和阿金的陪伴下，小广迅速回到了家。他给杰伊带来了一束精心挑选的鲜花，然后兴奋地跑回了房间。小广的归来也让杰伊夫妇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为了维生，阿阳重新开办了汽车修理工厂。在岳母的介绍下，他们迎来了首位求职者的到来。巧合的是，这名应聘者竟是橘子。杰伊本想拒绝橘子，而阿阳的妹妹则急匆匆地出现了。这是一场无声的争夺，母子之间的，出乎所有人预料。那位养母竟是一位 S 级重犯。这位神秘女士背后隐藏着什么？一切都得从2年前开始讲述。橘子因 S 级罪行被判刑2年，这也解释了她为何将小广送往福利院。但小广对此一无所知，因为橘子送他之后才开始服刑。那么，橘子为何屈服于杀戮呢？原来，橘子长期受到一名男性追求者的纠缠。为了小广能有更好的未来，橘子坚决拒绝了那名男子。但那男子却对橘子纠缠不休，行为愈发极端，甚至威胁要置小广于死地。为了预防未然之灾，他决心在危险降临前采取行动，于是提前将小广安置于福利院，自己却铸成大错。出狱的橘子去福利院探望小广，却收到了孩子监护权被剥夺的决定书。律师的监督下展开了对话。木也向橘子透露了消息，小广将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，而他们将担任监护人。从此，橘子就不能再与小广保持联系。橘子的冷静和沉默让木野误以为他已经接受了现实，但木野后来发现，橘子依旧偷偷与小广保持电话联系。木野不断对橘子进行警告，但他相信橘子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，因此木野在橘子常去的地方秘密观察他。为了让橘子放弃，木野告诉他，小广正与亲生母亲开始新生活，他希望橘子给予杰伊作为母亲的机会。这番话似乎触动了橘子的母性，橘子与杰伊的相遇也因此发生了。橘子对母亲身份的渴望源于10年前的一场意外，意外让她失去了孩子，并丧失了生育的可能。丈夫离她而去，原本绝望的橘子偶然间遇见了懂事的小广，这让她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勇气。决定不再联系小广后，橘子去找狱中的朋友，却屡屡扑空，只好留下联系方式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位狱友竟与阿阳的妹妹相熟。阿阳的妹妹偶然发现了留言，就在那时，橘子再度前来寻找。阿阳的妹妹首次见到橘子，得知他是为了寻求帮助而来，妹妹让橘子在对面店等待，声称事情忙完后会去见他。橘子等到夜晚也没见朋友露面，失望的在街上徘徊，偶遇了喝醉的女子。橘子决定跟随她，想要了解未赴约的原因，但那女子只是想让橘子离开，她的工作机会只是敷衍。旁边的老人甚至推倒了橘子。阿阳的母亲和妹妹谈及，阿阳的修车铺正在招人，妹妹兴奋地向母亲推荐了橘子。不久，橘子便被介绍到了他们家，橘子急忙前往应聘，女人却向妹妹揭露，橘子有着坐牢的 S 级罪犯背景，这就是最初发生的那一幕的由来。了解了橘子的不幸经历，杰伊开始对橘子产生同情，他能理解橘子想当母亲，也感谢他对小广的养育。为了让小广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，他慷慨地邀请橘子到家里来共进晚餐。但杰伊是否真能宽容地接受橘子呢？
到底是何因让两位女性之间爆发争执？继母与亲母是否能够和睦相处？橘子批评杰伊不应该给小广买手机玩游戏，也不该打扮成重金属风格来取悦小广。作为母亲，不应仅仅溺爱和迎合孩子。因此，橘子自认为她比杰伊更适合做小广的母亲。话还没说完，一杯热茶就泼向了橘子的脸。尽管如此，橘子并未有所收敛。她坚称小广的懂事全得益于自己的教导，连脱下的鞋子都能整齐地放置，这是她教的。打扫房间、洗衣服、洗碗也都是她教导的成果。和同性长辈和平相处也是她的功劳。橘子相信小广的一举一动都带有她的烙印。自从有了小广以来，再没人质疑她的生育能力，她也因此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。然而，橘子的话无意中触及了杰伊的痛处，因为在橘子与小广开始新生活时，杰伊正遭受着极大的心灵打击。那年小广失踪，杰伊不断听到周遭的人议论他，说他接受了罪犯父母的钱而放弃追责，甚至有媒体报道杰伊以孩子为由向凶手的父母索取高额赔偿。杰伊为了孩子，从此无论走到哪里，杰伊都要面对社会的指责和讥讽。一个母亲失去孩子后的痛苦难以言表，再加上舆论的指责，杰伊这9年来承受了何等煎熬。想到这些，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，含着热泪向橘子冲去，激动地说道：“我才是小广的真正母亲，是我怀胎10月将他带到这个世界。”橘子反驳：“是我抚养了他。”这话彻底激怒了杰伊。杰伊将这9年的痛苦与挫折宣泄而出。9年来，不管受到多大的冲击，他心中始终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相信小广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快乐的生活。作为母亲，她只盼望小广安好。杰伊的诉说也让橘子陷入了沉默。激烈的争吵后，杰伊坐在院子里默默反思。而就在此刻，小广突然回家了。杰伊调整了情绪，走出门迎接儿子，但没能立刻看到小广。突然的巨响让杰伊惊跳起来。今天是杰伊的生日，没想到收到了人生中最幸福的礼物。小广放起了音乐，开始跳起他幼年时在幼儿园未曾学完的舞蹈。杰伊忽然回忆起小广3岁时在幼儿园学舞蹈的情景，目光落在这个英俊的大男孩身上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泪水不禁自眼角滑落。此刻他沉浸在幸福之中，这是他度过的最快乐的一个生日。橘子因与杰伊的关系陷入僵局，便离开了阿阳妹妹的家。那天杰伊被叫去学校，老师赞扬小广成绩优秀，特别是他的数学成绩格外出色。学校希望小广能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数学竞赛。杰伊回想起橘子曾说过的话，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橘子的功劳，他从未真正关注过小广的学业。那晚，杰伊接到了橘子的电话，橘子说有人查到了他2年前的事情，并将他收养孩子和伤人事件写成了报告。为了小广能快乐的生活，他希望杰伊能帮忙对小广撒一个善意的谎言，说那些都是无中生有。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后，杰伊没有对小广说谎。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里，即使他沉默不语，小广仍能查到事件的真相。他不想让小广因此对他怀有怨恨。杰伊坦白地向小广讲述了一切，小广却出奇的平静。第2天，杰伊告诉橘子他没有撒谎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是学校打来的电话。原来小广早上没去上学，两位母亲对小广的失踪感到焦虑。橘子突然接到小广的电话，电话那头不是小广，而是一个初中女生。原来儿子逃课是为了和女生秘密见面，两位母亲顿时慌了神。为了弄清楚儿子到底遭遇了什么，杰伊急忙召集家庭紧急会议。在众长辈的追问下，小广也坦白了真相。原来他在回家路上遇到了一名女学生，她来自单亲家庭，小广常用自己的经历来劝解她。两人仅仅是普通同学，小广诚恳地向长辈们道歉，并承诺不会再有逃课行为。第2日，橘子最后一次和杰伊见面，他告诉杰伊自己即将离开东京，去一个遥远的地方寻找新的工作，重新开始生活，并向杰伊一家做出承诺，将删除他们所有人的联系信息。小广也在其中，同时希望杰伊也能抹去他的联系方式，从此两人不再有任何往来。在告别前，橘子决定向杰伊透露小广的日常习惯。对于发烧感冒，橘子更推崇的照顾方式是，但越是细致的说明，杰伊的嫉妒心却越发强烈，最终无法抑制情绪，打断了橘子的话。他意识到眼前这位女性对自己儿子的了解远超自己，而自己对儿子却一无所知，这让杰伊难以接受。在归途中，杰伊坚决地删除了橘子的联系信息。回到家里，小广兴奋地告诉杰伊，他将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。杰伊夫妇也因此感到欣慰。然而，手持马拉松比赛通知书的杰伊脑海中不禁浮现起橘子曾说的话：小广并不擅长长跑马拉松。杰伊摇了摇头，决定还是要全力支持儿子的决定。在洗澡时，阿阳向小厂透露了橘子即将离开东京的消息。小广回忆起上一次见到橘子妈妈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表达了自己想要送橘子妈妈最后一程的愿望。第2天一大早，小广向杰伊坦诚地表示，他现在有了爸爸妈妈，还有爱他的奶奶，他不再需要橘子妈妈的照顾。他决定为了杰伊，要亲自向橘子告别，把所有的事情说清楚。在得到杰伊的同意之后，在阿阳的陪伴下，他出现在了橘子的面前。小广带着微笑走向橘子，向他表达感激。橘子阿姨，
感谢您对我长大过程中的养育之恩。在临走前的告别中，橘子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，她努力整理自己的情绪，叮嘱小广转达一句话给杰伊。两人进行了最后的道别。这对曾经陌生又亲密的母子从此各奔东西，杰伊也最终成为了小广心中唯一的母亲。但对于橘子的离去，杰伊没有感到任何的快乐，想到自己失去孩子时的痛苦，他对橘子的感受更是充满了同情。他下定了决心，冲出家门，匆匆拦下出租车，直奔车站。橘子在此时已经坐上了前往远方的大巴，他含泪删除了手机中儿子的最后一张照片，连同杰伊的联系方式一并抹去。杰伊急匆匆赶至车站，却只见品川、橘子乘坐的巴士已缓缓驶离东京站。橘子随后在一家偏远山区的旅店找到了工作，而小广的话语“妈妈，加油”始终激励着他勇往直前。他的生活虽充满挑战，但小广的鼓励令他无所畏惧。可惜命运并不总如人意，旅店老板得知橘子的过去，决定解除他的工作合同。某一天，橘子收到了杰伊寄来的信，信中正是小广即将参加的马拉松大赛通知单。在马拉松比赛的日子，橘子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小广的学校，目睹了平常不擅长长跑的儿子成功跑完了全程马拉松，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满足的微笑。但他知道自己只能远远的、悄悄地看着母子俩的欢乐时光。小广却意外地注意到了橘子的身影，为了给两位母亲留出空间，他找借口返回教室，离开了操场。这时的杰伊已经释怀了对橘子过去的所有怨恨，尽管橘子曾让他失去了9年的时光，但毕竟是他养育了小广，杰伊不想带着仇恨与儿子一同生活，因此他发自内心地对橘子表示了感激，并真诚地邀请橘子共同参与小广的成长。橘子被这份大度打动，再次感到自己是小广的母亲，她激动得泪流不止。两位母亲因此和解，从此相亲相爱。他们决定共同守护小广的幸福未来。得益于杰伊的宽容与大度，整个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和谐美满。